日本战国既然是乱世，竞争自然是很大的，突破阶级的机会也就变多了。产生这些新统治阶级的资源来源，可以是来自想过平静生活而不得的普通人，也可以是来自旧贵族的陨落，那肯定是少不了惨兮兮的家道中落。尤其是前人勒紧裤腰带，辛苦打拼出庞大的基业，却被不孝子孙轻易的葬送时，更令人动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最明显的这种虎父犬子的故事。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长宗我部元亲从贫弱的土佐国起步，一度将整个四国纳入了掌控。他的事业成功离不开优秀的家臣团，尤其是九五亲信的功劳巨大，元亲也将他视为是自己的左膀右臂。然而九五亲信似乎是有所预感，他曾在出战前向元亲进言道：如果我这次不幸战死，千万不要立我的弟弟亲侄为继承人，我观他心术不正，未必对家族有利，反而可能是个灾难。九五亲信战死之后，长宗我部元亲却没有听从忠告，还是以九五家功勋卓著为由，提拔了九五亲侄为心腹重臣。之后，长宗我部家卷入了织田信长、明智光秀和丰臣秀吉的矛盾之中，局势变得复杂，势力变化也变得更加激烈。直到成为天下人的秀吉发动了四国征伐之后，长宗我部家虽然是战败了，但是被允许继续作为土佐国的领主，局势又安定下来。而后呀，长宗我部家响应秀吉的号召，参加九州征伐，结果在户次川之战中，嫡长子长宗我部信亲战死，家督继承问题随之浮现。信亲之外，元亲还有亲和、亲宗、胜亲三个儿子有机会去继承。作为重臣的九五亲侄力排众议，强行向元亲推荐了年龄较小的长宗我部胜亲作为新的储君。由于支持长宗我部亲和的家臣众多，九五直亲又说服了元亲清算这股不安定势力。元亲下令清洗掉了女婿吉良清实、重臣比江山清心等人。次年，长宗我部亲和也离奇死亡。如此一来，元亲死后的家督理所当然地落到了长宗我部胜亲的手中，九五亲侄自然也就成长成为了长宗我部家中首屈一指的势力。1600年关原之战，长宗我部家虽然加入了西军，但是胜亲并不想参与过多，只是打算来壮声势的。他也派出了兄长长宗我部亲宗联系到了锦衣执政，请求不参战，换取本领安堵。几度交涉之后，德川方同意了要求。然而九五亲侄进言，德川家没有提任何要求，就白白答应了我们本领安堵，这么大的便宜，怕不是有阴谋吧？我听说藤堂高虎许诺了钦宗大人土佐半国，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结果胜亲听信了这番话，下令暗杀了钦宗。这种自斩使臣、撕毁条约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德川家康。他怒道：这种连自己的血亲都说杀就杀的人，如何不会背叛于我？遂下令改易长宗我部家，收回了土佐国。长宗我部家几乎是成为了浪人。元亲他是知奸用奸，利用九五亲侄的谗言，达成不方便自己直接出手的目的，而胜亲却不能掌握这股势力，算得上虎父犬子了。而且他败光家业，几乎是没有任何像样的操作，也没有非常强力的外部对手，在战国这些个百万担级别势力开创者的继承人们中，也算得上相当丢人的了。因此我将他放在了第3位。好在在后来的大阪之阵中，长宗我部胜亲证明了自己至少是一名出色的武士。另一方面，九五直亲则是被加藤清正收留，其家族出世熊本藩延续下来。织田信雄是织田信长的次子，与信长的嫡长子织田信忠和三子织田信孝相比，在我这里他的整体评价要差不少。当然，信长还活着的时候也明显偏重培养信忠和信孝，娘胎的问题这也是没有办法。但是信雄后来的表现也不是全无希望，因此令人惋惜。信雄年轻时代也是会被家臣揶揄说三殿下的所作所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就这种人设。不过并不是类似于织田信长那种行为出格捉摸不定，信雄更像是性格鲁莽不顾后果。信雄是作为北田家的养嗣子继承了北田信，后来北田家在织田家和武田家两大势力之间站队失误，被信雄清洗掉了。信雄成为了伊势国的统治者。1579年，信雄未经信长的同意，率领8000大军进攻伊贺，企图一举拿下伊贺，立下大功。结果遭到了伊贺众强力反抗，信雄军损失2000人，被迫撤回。家臣复盘认为，这次战役中，信雄不仅不懂得利用地利，而且开战之前也没有进行适当的侦查，这才导致了惨败。得知此事之后，信长非常愤怒，一度威胁要将信雄逐出织田家，断绝父子关系。1581年，第2次天正伊贺之乱，信雄成功击败了伊贺众报仇，但是战后复盘中评价仍然不高。好在信长还是承认了战胜的功绩，在京都跃马时为信雄安排了仅次于信忠的地位，并且封了伊势、伊贺两国。
但是不久之后，信雄又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他背了烧毁安土城的锅。因为一些记录显示，安土城的火灾直接影响了三法师织田秀信的监护权，是织田信孝和丰臣秀吉之间的织田军继承人之争中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但也有不少记录显示，烧毁安土城应该是在青州会议之前。总之，此事现在争议还比较大。按照弗洛伊斯的日本史的话，是在本能寺之变之后，织田信雄得知明智光秀离开了安土城，竟然下令烧毁了这座织田信长倾注心血打造的织田家统治的象征。日本史中评价道，信雄因为自己愚笨，毫无道理的下令烧毁了安土城，城堡全部被火焰包围时，他又放火烧毁了大部分的城下町。青州会议上，织田信雄恢复了织田姓，封伊势、伊贺、尾张三国，成为了有希望问鼎天下的超级豪强之一。不过信雄此时的声望远不及正在激斗中的丰臣秀吉和信孝胜家联盟。之后双方决战的建越之战中，信雄最终决定支持秀吉进攻织田信孝。战胜之后，信雄进一步成为了120万担大大名。然而，对于建越之战后已经几乎完成了统一的丰臣秀吉政权，信雄他又心存不满，最终与德川家康联手对抗秀吉。信雄和家康的联盟成为了最后一个有能力与秀吉对抗的势力。秀吉也知道实力仅在伯仲之间，不可能一路推进，选择集中攻击相对较弱的信雄。最终在伊势国岌岌可危时，信雄单独与秀吉和谈，战争结束。在之后的丰臣政权中，织田信雄基本是以织田家继承人的身份拥有相当的势力，名义上作为政权2号人物，称尾张内府。小田原征伐之后，秀吉计划将家康移封到关东，信雄移封到家康的旧领地，遭到了信雄坚决拒绝，这彻底激怒了秀吉，没收了他所有的领地，仅保留2万担。之后又慢慢加封了一些领地。秀吉去世之后，信雄在关原之战中举棋不定，最终家康并没有卖他人情，这次真的是没收了他所有的领地。之后信雄在大阪城中供职，一说是家康安排他给丰臣家提供假情报。无论如何，大阪之战后，家康给信雄加封了足足5万担，应该确实是做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大贡献。最后信雄的家族维持到了幕末。织田信雄是织田家实际的继承人，不管是运气也好，能力也好，他在大事上确实走对了很多次，但是他屡次抓住机会却又莫名其妙的搞丢，他的战术水平又不足以支撑他的野心。最重要的是，他爹是那位织田信长，这样一比，我将他放在虎父犬子的第2位。最后一位，在我这么多日本战国盘点的视频中，可能这次的 Top 1是最没有悬念的吧。日本第一的虎父犬子，那必然是丰臣秀吉和丰臣秀赖。现在对于秀赖这个人的历史研究还有很多遗留问题，关于他的性格、意志、人品、能力这些都没有足以信服的可靠通说。所以说秀赖几乎是出生就是天下人，但是从他有判断能力开始，就一直都生活在德川家康掌握了丰臣政权实权的背景之下。那秀赖在这种糟糕的境遇中，也没有表现出多少主动的行动力，也没有机会去展现自己的明确意志。因为即使是在丰臣家内部，秀赖依然还有一个垂帘听政的母亲，也就是殿殿茶茶。一般认为，殿殿对于秀赖过于溺爱，使得秀赖远离了武士应有的严格训练和锻炼。另外，作为再一次公武合体发起人的丰臣家，本来就是介于贵族和武士之间的武家贵族，这种既要又要，可能也使得秀赖失去了成为一个合格武将的机会。秀赖从小生活在大阪城的深处，身边有很多女性，他养尊处优，身边唯一可以商量家国大事的人就是他的母亲殿殿，用现在的话说是十足的妈宝男形象。到最后，连大阪之阵中和德川家的谈判都是殿殿决定的。曾经片桐居元似乎是秀赖可以信赖的军师，但是可能片桐也不能从这个主君的身上看到任何希望，最终出走德川家了。在最后的大阪之阵中，真田信繁希望秀赖打出丰臣家的旗帜，亲自出现在前线，以此提高士气，但是殿殿不同意。已经准备出城的秀赖便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这样一个毫无主见的摆设成为天下人，丰臣家自然是要迅速灭亡的。这也是秀吉一代人硬要做2代事，硬生生将丰臣家族提升为上层贵族的合理结果。最终大阪之阵自然是丰臣家战败，秀赖和茶茶在大阪城的一个鲁城中安放炸弹自杀殉国，这也是广义战国结束的标志。不过最近20-30年，有很多流行作品喜欢刻画秀赖本身是有能力的，但是生不逢时，以此渲染悲情感，也可以平衡一下丰臣家和德川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实力对比。这样对于创作者而言，当然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我并不反对在这里采用和通说完全相反的刻画，毕竟通说说到底也就是暂时最大概率为真的假说。现在关于秀赖的通说确实缺乏有说服力的充分证据，现实就是关于秀赖的事情没有太多可靠的史料有明确的记录，而关于关原之战到大阪之阵这段时间的丰臣家的情况，却有太多不同的可信史料的矛盾的记录，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也许我们真的误会秀赖了也说不定呢。都看到这儿了，还记得点赞订阅呀！我们下期再见。